你生成的 AI 圖片是不是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廉價感？想加個中文招牌，結果呢，跑出來一堆鬼畫符，根本看不懂，對吧？跟你說，這真的不是 AI 的問題，是你從一開始就點錯地方了。好，今天小珍就手把手帶你把 Gemini 那個隱藏的思考模型給叫出來。它不只聽得懂繁體中文，還能讓你1秒撕掉那個廉價標籤，直接畫出那種哇千萬級質感的大片。好，我們今天會講這幾件事。首先，看看你的 AI 繪圖到底出了什麼問題，然後最重要的，解鎖那個隱藏的思考模型。接着會給你一套超好用的視覺總監公式，還有一個4步驟 SOP。再來教你怎麼搞定中文，避開一些雷。最後就換你親手創造大作啦！我們馬上開始吧。好，第一部分我們來聊聊為什麼你畫出來的圖，看起來總是哪裡怪怪的。這個畫面呢，你是不是超熟悉的？真的，就是滿心期待的打完指令，結果 AI 給你的就是這種，很平，沒什麼靈魂的圖。然後你說要加個繁體中文，那根本是災難一場，對吧？但你先別灰心，相信我，問題真的不在你，也不完全是 AI 的錯。那所以到底該怎麼辦？來，關鍵來了，我們要來解鎖那個隱藏的思考模型。你會發現問題根本不是工具爛，而是我們沒有用對方法去啟動它。這就是專業玩家跟一般玩家最大的差別。你看這個對比就超明顯的，左邊一般人會怎麼下指令？一隻可愛的貓在森林裡，結果呢，就是一張很平，沒什麼生氣的圖。但右邊專業級的玩法是，先打開思考模型，然後給它專業的指令。你看那個結果，根本是電影等級的藝術品，細節超多。這差別，哇！一個像是隨手畫的草稿，另一個根本就是可以直接拿去印的海報了。所以，為什麼這個思考模型這麼神？主要有3大好處，你一定要記下來。第一是深度理解，它不是只抓關鍵字，而是會去推理你整個句子想要表達的複雜情境跟感覺。第二，這點超重要，就是文字精準度，你的中文亂碼問題靠它就對了。第三，它有邏輯連貫。也就是說，你可以叫它小改一下，它不會把整張圖都毀掉重來，這才就真正可以拿來工作的繪圖引擎嘛。好，那廢話不多說，我們直接來操作。大家跟着我哦，這一步如果沒點到，後面講的全部都白費了。首先，你看聊天框的左下角，找到那個工具的圖示，點下去，然後呢，選建立圖像。再來最重要的一步來了，在選項裡面一定要務必記得勾選思考模型。只要你看到這個勾勾打上去了，就代表 AI 的超級大腦已經準備好了。OK， 你現在已經把 AI 的超級大腦打開了，但光有引擎還不夠嘛，對不對？你還要學會怎麼開。所以接下來我們要講視覺總監的黃金公式，一套5段式的成功指令。這就是視覺總監公式，很簡單，就5個東西：主體、動作、場景、光影，還有風格。你只要把這5個維度都告訴 AI， 它就能非常精準地畫出你腦袋裡的畫面，而不是讓它自己在那邊瞎猜。好了，理論講完，現在進到最好玩的部分——實戰。我會帶你一步一步走完一個4步驟的 SOP。第一步，定義你的靈魂主體，拜託不要再只跟 AI 說一個女孩子，這太模糊的啦。你要說的具體一點，像是一位穿着改良旗袍、戴着發光耳機、短髮利落的台灣少女。你給的細節越清楚，思考模型能抓到的特徵就越多，懂嗎？好，第二步，這一步是關鍵哦，是區分塑膠感跟高質感的決勝點。你要把自己當成一個攝影師，在指令裡面加入光影跟鏡頭的描述，比如說什麼逆光金邊啦、工作室聚光燈，或者35mm 廣角鏡頭、前景深這種專業術語，你敢給 AI 就敢幫你打出專業級的燈光。
第3步，風格化你的作品，在指令的最後面加上你想要的藝術風格。比方說，你想要科技感，就加賽博朋克；想要那種暖暖的感覺，就用吉卜力風格。如果想要高級感，那極簡主義或 UHD 專業產品攝影就對了。跟你說，風格一對，整張圖的檔次是直接跳好幾級的。最後一步，也是這個思考模型最強大的地方，它可以跟你對話。你不用想說一次就要完美。第一張圖出來之後，你直接跟他聊天，說構圖不錯，但幫我把光線改成冷藍色，然後背景的雨下大一點。AI 就會在原來的基礎上幫你微調，這才叫專業的工作流程嘛。OK，SOP 講完了。接下來，我們來專門處理那個最讓人頭痛的中文問題，還有一些你一定要避開的指令陷阱。你看，這就是思考模型的威力，它可以很漂亮地處理繁體中文。你就可以直接跟他說，幫我生成一張極簡風海報，主角是一杯珍奶，背景要有手寫感的繁體中文，上面寫着小珍珍奶。你看是不是很完美？如果你的還是亂碼，拜託回去檢查一下，你是不是真的有點到那個思考模型的選項啊？再來一個很重要的提醒，不要跟 AI 講廢話，它的注意力是有限的，所以不要用那種我想要請你幫我這種客套話，直接給它關鍵字，然後用逗號把它們隔開。你的邏輯越清楚，它給你的圖就越厲害。好，恭喜你，到這邊你已經學會所有核心技巧了。現在該把導演筒交還給你，換你親自上場咯。其實 AI 繪圖從來就不是要取代誰，而是要釋放你的想象力。你一定要記得，工具再強，開車的人永遠是你。那個懂得切換思考模型的你，才是真正懂得跟 AI 溝通的贏家。你自己的審美才是那張圖真正的靈魂所在。好了，不要只是看，現在就動手，馬上打開 Gemini， 記得啟動思考模型，然後套用我們今天學到的公式，去畫一張你心目中的未來辦公室。畫完之後，它就是你的第一件大師級作品了。真的，別再羨慕別人的神圖了，你跟他們之間就只差了這一個設定而已。從今天開始，把那個廉價 AI 的標籤撕掉，用思考模型畫出你自己的影響力。如果覺得今天這一集對你有幫助，記得要追蹤小珍，然後分享給你那個老是被 AI 亂碼搞到快瘋掉的朋友。我們下次見嘍，拜拜。